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怎么使用 Apple Watch 搭配你的 iPhone， 把它做成一个完美的自拍跟 Vlog 机咯。那其实大家先前平常自拍或是拍 Vlog， 如果你是使用 iPhone 的话，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习惯使用前置镜头，因为其实最现实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取景。但如果我们讲到镜头画质来说，其实后面的主镜头它的画质永远是比前置镜头好上非常多的。那更尤其如果你是用 Pro Max 的话，它其实这一次主镜头的感光元件又变大，所以不管在拍影片或者在光源比较不好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拍照片、影片，它的效果相对前置镜头又会好上更多。所以如果你买了一个那么贵的 iPhone， 却又用不到更好的镜头来拍摄，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惜的一件事。那这种时候 Apple Watch 就成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那我们先前有介绍过 Apple Watch 可以遥控 iPhone 的相机，那很多人在拍摄的时候也会用来可能帮助取景或是放在手上，有时候其实也是蛮方便的。那有时候甚至有时候是拍团体照的时候，你可以用远端遥控你相机的方式来帮大家拍照。但如果你要自己拍摄影片或者是在拍 vlog 的时候，你要来回带着手表看着取景，然后又看着相机这样去调整，其实是有点麻烦。然后在拍摄的时候也会一直看到自己把手表拿起来去看确认取景的这种画面。那上次我和泽瑞 Jerry 一起拍影片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是我最近非常爱用的一个 Apple Watch 功能。那我们现在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使用。那首先当然是要有 iPhone 还有 Apple Watch， 建议当然还是新一点的 Apple Watch， 这样会比较好，这样连线的画面它整体跑起来会比较顺畅。那我想应该 Series 3之后的都还可以应付啦，那越新越好。那如果是更旧的话，就要请大家自己来测试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咯。OK， 那怎么用呢？这时候你只要确认这个手表是配对在你的 iPhone 上面，那你拿起你的手表，可以把它绑在你的手机上面。那这种时候你要用什么表带去绑呢？我觉得当然就是每个人的手机尺寸还有他的手表的手腕尺寸都不太一样。那我自己的话，如果要确认都可以使用的话，当然就是用这种比较有弹性的这些表带。那这个是一个副厂的表带，它是这种可以调整尺寸，然后它又有一个弹性在的表带。因为这种我觉得在很多时候你要把它调紧一点，算是会比较牢靠一点。那原厂的话，像这种尼龙的运动表带，它也是有一点点弹性，然后它可以去随时去魔鬼黏去调整你的尺寸。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方便的。好，那其他像是原厂这种佛胶运动表带也是可以可是就是尺寸上面你要抓好。有时候如果你戴的是太小太细的尺寸，它可能会整体不够长。那另外像这种单圈的话，我就觉得虽然它也可以用，如果你的手机够大的话，可是我就不太建议啦，因为今天很有可能你碰到的状况就是你单圈的表带可能过长，那你套不上去。会太松，那或者是它过小太紧，你就要一直去拉扯，去延展它的这个伸缩性，然后就这个也是不太好，所以我建议就是用那种可以调整尺寸的表带就好。OK， 那如果在你这样把它装好之后，尺寸把它调整好，那这样确认大致上就固定，你也不用真的用到太紧。然后配对完之后，你就可以进入你的主画面，那你就可以开启这个遥控相机的这个 App。OK， 那它就会自动连线到它的相机上面。那这个它其实有非常多模式可以选择啦，你这边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取景就非常清楚，它是用后置的镜头。这个如果你要用不同的模式去拍摄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相机这边做设定。它可以拍摄的模式像是最基本的拍照录影、人像而全景是没有支援啦。你看全景这边是没有支援。那人像、拍照、录影、慢动作跟缩时它都有支援 ，OK。那它基本上它可以设定的部分还算蛮多的，我这边展示一下给你看。好，那我现在举例是录影好了，你就可以按着这个设定的画面，闪光灯自动开启跟关闭。这个上面可以选择你要对焦的位置，比如说这个是你的脸，就可以选择你要对你的脸。那如果你要换镜头的话，缩放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去改。OK， 像我现在就用到超广角，然后再换到主镜头，然后再换到2倍镜。可是这个当然就是有一个差别，就是它不能让你确切看到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镜头。那如果你想要比较确认这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先在这边设定好，比如说你要用超广角或是用主镜头拍摄。那如果再回到这个人像模式的话，这个地方我也建议就是先选择把它改成1倍，那这样拍摄人像的时候，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看到景深效果它也会显示出来。我知道虽然前置镜头也有人像拍摄的功能，可是主镜头拍摄出来真的会比前置镜头还要好非常多。那其他像是你要什么缩时摄影慢动作这些都还是可以做，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玩法，就看你的创意怎么去使用它。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际操作一下，示范给你们看，不要好像说只是在上面讲啊，没有实际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好用。那你看我现在就是用后面的镜头连接我的苹果手表，直接当取景，那我可以非常看得清楚我现在我在拍摄啊，我的构图什么，然后我后面的画面也非常清楚。那如果说你现在碰到一个情况，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周遭的环境觉得很漂亮，想要一起入镜的话，可以直接把它切换成超广角的镜头。OK， 那你这边看到，其实超广角的镜头本身在画质并不是很好，可是如果在光线很好的情况下，其实看不太出来差别。那重点就是说，你如果在户外旅游，你要拍摄一些东西，那大家一起入镜一起讲话的时候，这个非常方便。那如果你今天碰到的情况是，你看到后面有什么很有趣的风景或者什么东西，你想要切换成长焦镜头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切换成长焦镜头。OK， 那这样你就可以拍到我的耳朵。举例，我现在讲说是这个小枕头，好，你说后面真的很漂亮，那你手还能去指它，说这个东西怎么样，有的没的，对不对？我觉得很方便啊。那我现在把它切换回来。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你如果要切换成1倍镜的时候，就记得转回来你的萤幕，确定它现在是用1倍镜，因为超广角的画质会有一点点差。那如果你是在0.9的话，那这个就会因为这样损失一点画质，所以。就是如果你在切换间的话，最好就是能确认一下，看一下你的镜头，确认是不是说它有切换到对的镜头，那这样就好。那如果你没有要常切换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用主镜头从头拍到尾也是可以。所以呢，这样我觉得优点就是，第一就是你用的是最好的镜头，后面主镜头来拍摄，不要说。你买了 iPhone， 然后用的是前置镜头，不是最好的拍摄的画面，拍摄出来并不是它这支手机能发挥到一个最好的效能。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当然你可以还是同时可以看得到你的取景。那第三就是你可以切换3颗不同的镜头。OK， 那你需要的就是一个苹果手表。那如果你像我是本来就有苹果手表的人，这个对你而言就是不用花任何钱就能这样做到。那如果你没有苹果手表，值不值得这样去买呢？其实现在如果说苹果手表 SE 或是你能买到3代、4代都会价格还不错。那如果你是常需要做这种拍摄啊，或者去旅游拍摄这种人，我就觉得苹果手表你就算不这样用，它本身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可以使用。那如果再加上这一点的话，相对来讲，如果你有用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值得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好啦，那今天里面就想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这个常使用的功能，因为我本来可能以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用，后来我分享之后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功能，所以我就想快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平常在外出旅游啊，或是帮家人拍照的时候，其实有 Apple Watch 搭配你的 iPhone，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拍神器。不管你要拍这种家庭 vlog 或是自拍照片什么，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式。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很多更有创意啊，很多不一样的玩法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一起讨论。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赞、按小铃铛跟分享。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